我是 YouTuber 露露露。在雪山活动任务中，我们看到的神秘修女，也就是传说中的白色史莱姆罗莎莉亚，正式进入这次的公子霍科卡池了，算是近期一个讨论度和吸睛度都十分高的一位4星角色。若是在犹豫要不要抽，或是想了解罗莎莉亚的角色分析、天赋技能、命座抽取建议、使用武器、适应物套装、组队搭配以及相关的重点整理，可以参考接下来洛洛实测后的解说内容。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罗莎莉亚是4星的冰属性长枪角色。从天赋技能组来看，在队伍中的定位会比较偏向于副 C 或辅助的冰属工具人，在整体输出伤害上不算出色，因此也比较不适合作为战场主 C。其技能最大特色是在于提供暴击率 buff 给所有队友，虽然技能组上看似是可以走挂冰加暴击的效益，不过挂冰的效果其实也算普通。另外也因为技能组的关系，看似可以走物理伤害流，但物伤还是以雷泽表现更好一点。罗莎莉亚的突破材料为不算难踩的洛洛梅、愚人众徽记以及诗文系列的天赋书。罗莎莉亚的普通攻击为5段式连续枪击，使用上的手感和攻速是稍微比起香菱再慢的，而在强化上去后的伤害倍率却是仅次于胡桃的强度，因此也可以作为打超导物伤的反应来使用。一技能可以快速移动到敌人身后，造成2次冰元素攻击，并使敌人附着冰元素挂冰。另外，若解锁被动天赋1的话，从背后攻击敌人时可以增加自身暴击率 12%， 持续5秒，在伤害表现上也算普通，不太算是优先提升的技能之一。作为辅助角的话，要的只是罗莎莉亚的增加暴击率 buff。Q 技能是罗莎莉亚的核心技能，也是罗莎莉亚可以作为暴击强力辅助的主要技能，而且 Q 技能的倍率伤害不低，作为副 C 也会有不错的伤害。释放后，罗莎莉亚将会透过长枪刺入地面，形成一个领域，持续造成8秒的冰元素伤害，有点类似干羽的 Disco 球领域，但范围再更小一点。当角色切到后台时，效果也还会持续留在场上。搭配解锁被动天赋2之后，更可以让场上角色依照罗莎莉亚本身暴击率的 15% 来提高附近所有角色的暴击率，持续10秒。搭配队伍中2名冰属性角色，还可以凑双冰共鸣，攻击附着冰元素或冻结状态的敌人时，可以再增加 15% 的暴击率。用冰套圣油物只要凑到4件，就可以再提升 20% 的暴击率。技能升级顺序优先 Q， 其次平 A， 再来是一技能。冰之作1的罗莎莉亚主要是在暴击后使自身攻速和普攻伤害提升 10%， 持续4秒，是一个没有提升到什么的命座。一来是攻速的影响并不大，二来是4秒的时间太短。冰之作2则是直接影响到核心天赋 Q 技能的持续时间，能够延长4秒，相当于原本持续时间的1半，因此是影响罗莎莉亚整体强度的一个关键命座。想练罗莎莉亚的话，基本上可以凑到2命。命之作3和5分别提升1和 Q 技能的天赋技能等级，右命之作5提升的是罗莎莉亚的核心技能，因此能够拉到命之作5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化。命之作4是在暴击时能够替罗莎莉亚回复能量，可以优化罗莎莉亚在充能上的整体效率。若将角色作为辅助定位的话，命座4是一个不错的命座。命之作6是罗莎莉亚的 Q 技能攻击使敌人物理抗性降低 20%， 持续10秒，是个能让罗莎莉亚站稳副 C 和作为物伤输出的命座，同时也替后续将出的新5星物理冰属伤害角色优拉做一个铺垫。也因为降低物理抗性的关系，很适合放在物伤输出角作为主 C 的阵容中，成为物伤队的核心辅助角色。以实用度来说，想冲罗莎莉亚命座的话，基本上建议2命，再来是5命达基本毕业门槛，满命的话则是主要为了后面的优拉或是物伤队伍。罗莎莉亚主要有2种武器配置方向，一种是副 C 输出流，一种则是辅助流。走辅助的罗莎莉亚只要5秒堆高暴击率，需要计算是否会有启动 buff 后会超过 100% 的溢出，以接近爆率 100%， 但不要超过 100% 为目标，为的是提供给队伍中角色开大后的暴击率加成最大值。若是打算走副 C 输出流，可以类似干羽玩法，只要凑到4件冰套和双冰共鸣，就有一定的基础爆率，剩下5脑堆高暴击伤害就能够打出不错的数字。4星武器的部分，若是走辅助流的罗莎莉亚，重点就是单纯堆高爆率，因此最好取得的就是技型武器的决斗之枪。另外，先前5级 UP 持有抽到高精炼千岩长枪的话，也是可以考虑的武器。
若是走负 C 输出流有冰套4件的情况下，重点就是单纯堆高爆伤。走物理伤害可以选择雪山送的武器龙脊长枪，通用一点的话可以选择增加爆伤的黑岩长枪。5星武器走辅助流首选增加暴击的河仆渊，其次是增加充能和爆率的天空之戟。走负 C 输出流则首选护魔之杖，要不要让罗莎莉亚用那么高级的就看你自己喽。摄影物部分，辅助流的罗莎莉亚着重的是提升爆率和元素充能效率，像4星的战狂2件套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就是冰套2件套加宗室2件套，最为推荐的就是宗室4件套，可以为队伍主 C 带来全面的提升。副 C 输出流的罗莎莉亚必须绑定冰套4件套，或是染血2件套加冰套2件套。主字条的部分，辅助流选择暴击头、攻击或冰箱杯、元素充能虾。副字条也是以暴击率最为优先，其次元素充能大于攻击力趴数或元素精通等等。副 C 输出流选择爆伤头、冰箱或物箱杯、攻击虾。副字条双爆大于百分比攻击力大于元素充能。冰属性角色在原神里面的定位就是给队伍提供暴击，因此队伍凑成双冰共鸣也可以再提升相对的暴击率。能够搭配一名冰属角色是第一个最简单组队的方向。不过绝不加班的罗莎莉亚和加班狂人甘雨在同一个队伍中并不算太适配，顶多就吃到共鸣，其他位置还有更好的利用空间。因此目前的角色适合和罗莎莉亚凑双冰的就是重云和迪奥娜。若以重云作为主 C 和罗莎莉亚，可以再搭配重云涌动好基友行秋，剩下一名可以带上奶爸班尼特，加攻击力之外又有机会让重云大招来做一波爆发，又或是带上可以减抗加精通的砂糖或减全元素抗性的万用辅助钟离。若是以未来的优拉作为冰属物伤主 C， 罗莎莉亚作为副 C 或辅助，可以再搭配一名挂雷的雷属角色做超导，以菲希尔最为适配，最后再搭配班尼特加攻补血，可以全面拉抬队伍战力的角色。冰属性能玩的除了冻结、超导，接下来就是融化。若是要搭配火系主 C， 比较推荐胡桃，因为罗莎莉亚挂冰效果较弱，并不是太适用所有的火系主 C。而胡桃的被动天赋是在一技能状态结束后，能为队伍中角色提升12%的爆率加成，再搭配罗莎莉亚的被动天赋，这已经有基本24%的爆率。若是再搭配满等暴击头和满等决斗之枪，就会是24%加31.1%加36.8%等于91.9%，等于再凑个随便有暴击率的副词条就容易能够反爆，进而帮队伍角色提升到最大化的暴击率加成。在胡桃搭配罗莎莉亚的情况下，可以再放入行秋和钟离。若以萧作为主 C 搭配罗莎莉亚，可以再放入迪奥娜和砂糖，做一个双风双冰的共鸣。若是要放在打物伤主 C 的队伍中，主 C 可以是雷泽加罗莎莉亚加行秋加迪奥娜。雷泽的雷属攻击搭配冰元素可以做超导，降低敌人误抗。而行秋搭配冰元素可以打出冻结反应，虽然也可以将雷泽换成菲希尔，透过奥兹机关枪搭配冰元素做出超导，而这时的罗莎莉亚就会转为误伤输出位。而要注意的是，奥兹机关枪会破坏冻结反应，也就不会让冰套4件的效果触发，因此这时的罗莎莉亚实物穿戴上就只能穿染血2件套加冰套2件套咯。洛洛会觉得罗莎莉亚要玩得好的话，需要考虑的面向要蛮多的，但结论就是在收藏的价值上是大过于抽来培养的。要培养的话，也是建议走辅助路线会比输出路线好，毕竟要练的角色真的是很多，摄影物很容易卡在一个进度就不前进，知识之冕或是武炼之魂等素材也非常稀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着重放在其他主要输出角色。而若是为了后面的优拉或是误伤队伍，罗莎莉亚确实是要先抽起来的角色哦。以上就是关于罗莎莉亚的角色分析与培养建议，不知道你有抽这只白色史莱姆吗？虽然后面罗莎莉亚会在 1.5 版本中进入到常驻池内，但还是看到有好多肉肉们直接在这次的公子池就把它给拼满命了呢。也感谢这次提供满命罗莎莉亚给洛洛录制攻略的卤肉帮干爹，希望提供给想抽罗莎莉亚的玩家们有些参考方向。还有想知道什么角色的分析攻略影片，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底下询问，洛洛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时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卤肉帮会员，并成为正式帮众。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寻人 YouTuber 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